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美国加州临床心理师 Kate，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之前呢，有很多朋友反映想要多了解有关人格疾患的一些系列的影片，所以我们来咯，这一次我们来做人格疾患相关的系列影片。因为其实人格疾患是一个蛮有趣的行为症状，还有一个诊断。那里头呢，其实有9种不同的人格疾患。那我们最近比较被常提到的呢，其实就是边缘型人格跟自恋型人格，所以我们会在这里头介绍比较多跟这样子的人相处的时候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所以呢，我们今天第一个部分呢，就先跟大家介绍边缘型人格，我们一起来看看吧。首先，一样先跟大家提醒一下，如果你对于心理相关的议题有兴趣的话，麻烦帮我们的频道按下订阅哦，还有不要忘记按下追踪，这样我们一有新的影片的时候，你就可以马上收到通知咯。所谓的 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 呢，就是边缘型人格疾患。那患有边缘型人格疾患的人呢，他们最大的一个特征就是不稳定跟一个冲动性。所以呢，他们是不稳定加冲动性的一个结合所产生出来一个人格的一个状态。那所谓的不稳定呢，它是在各方面的不稳定，包括在自己的情绪上，对于他们自我的概念，还有他们跟人的关系，还有他们的行为，各方面，包括他们的工作，都是一个很不稳定的状态。那所以呢，你可以想象一个人他对于他的情绪就是起起伏伏的，一下高兴，一下难过，一下开心，一下就是又不高兴了。对于自己呢，一下觉得自己应该是这个样子，然后看到别人好像这样做很酷，他要改变自己的样子，看到别人的穿着呢，又开始改变自己的样子，甚至他们可能会改变自己的姓名，或者是改变自己的发型，改变自己的装扮。然后跟人的关系也是常常在那边分分合合，吵吵闹闹，然后就是不断的在那里没有办法跟人家维系一个长久的一个稳定的关系。然后工作也是做了没多久就被辞了，或者是被裁了，然后又或者是待不下去就跟人家吵架了，就没有一个稳定的状态。你就可以发现像这样子的人，他们生活其实感觉就是一个很混乱的一个状态。其实呢，在这个部分呢，还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就是他们内在极度害怕被抛弃的感觉。那这个害怕被抛弃的感觉呢，可以是真实的被抛弃，例如说像一群朋友就觉得你实在是不太适合我们，可能我们不适合做朋友，那对他们来说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那又或者是呢，可以是他们自己想象自己要被抛弃的那一种，他们自己可能自己在那里，然后觉得哦，这个人是不是不喜欢我，是不是他们就要讨厌我，是不是他们就排挤我，这种事情也会让人产生极度的害怕。那会因为这些害怕而产生一些不恰当的行为，这些都是会让他们就是情绪比较激动的部分。那例如说呢，有人如果不小心迟到了，又或者是呢，别人一群好朋友他们自己私下聚会没有约他，那这个人他可能就会觉得自己被排挤了，然后觉得自己好像被排斥了，他们就会有因为这样子的状态产生一个非常强烈的愤怒感。那他的那个愤怒感不会是自己在内心的，他会表现给你看，他会透过呢言语或者是肢体或者是情绪，也就是比较像情绪勒索的方式呢，让对方知道他对于这件事情非常的不高兴。假如说好了，你交了一个男朋友女朋友，那对方觉得我们可能不太适合，大部分人还是会觉得很难过，会觉得自己被抛弃了，当然是会很心痛，会心碎，会难过。但是再怎么难过，我们一般的人都会有一个自我觉察，或者是一个能力去了解说，终有一天我会没事的，总有一天我会走出来。但是对于有 borderline 的人呢，其实他们会觉得自己会活不下去，就是被抛弃之后他们就会觉得自己活不下去了，所以他的那个情绪会非常的满，他会觉得他没有办法吃喝睡，什么都没有办法做，又或者是他会非常的生气，然后整个就是状态非常的糟糕。那这个就比较是一个 borderline 的一个状态，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想象被抛弃之后的那个状态，他会觉得自己活不下去。borderline 人最常看到的一个状态就是他们的各方面的状态都在改变，情绪啊，他的样貌
常会是一个改变的状态，这个是很常见。你会发现你现在这个时刻跟他说话很开心，然后讲一讲，突然一个停顿，他马上可能因为你说了一句话让他觉得不爽，马上整个人翻脸，开始对着你咆哮大骂。这一切都是翻脸跟翻书一样，非常的快。你随时都会觉得，你只要一点点错误，一点点怎么样，这个人马上就翻脸，就是他的那个情绪的起伏从0到100是非常的快的。那这是他们在跟人相处里面很大的一个特征。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跟大家讲一下所谓的边缘性人格，他们有哪9种特征。第一个呢，就是我刚才说的，非常害怕被抛弃跟丢下那种感觉。那这个的对象呢，可能是朋友，可以是情人，就是伴侣，也可以是家人。所以只要是任何跟他们亲近的人，你看他都会有那种类似被害妄想的那种感觉，觉得大家都讨厌他，觉得大家都要排挤他。但是就是因为那样子，所以反而让他们更容易会觉得很害怕被抛弃，然后会因为这样子呢，会容易生气，又或者是会因为一丝丝让他觉得自己被隔离在外的感觉就会特别的不高兴。然后甚至呢，当他开始觉得自己好像要被抛弃的时候，他会做出非常极端的行为，让你能够把他留下来，或者是说用那种情绪勒索的方式来让自己可以继续留在这个家里，这个团体里，或者是继续留在这一段关系里头。第二个呢，也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非常的不稳定。他们的各个状态都是非常不稳定，而且非常的极端。所以呢，他们可能你在跟他们相处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会骂人骂得非常的难听，然后可能就是行为上面呢，他可能从认识你，他很喜欢你，他就对你疯狂的展现他有多么喜欢你啊，然后整个就是疯狂的热爱，短时间之内马上开始大吵大闹，一哭二闹三上吊，全部都来。然后他的情绪就是你会发现这个人情绪起伏非常的大，完全没有那种就是平平静静的一个状态，就是跟他相处你就会觉得自己的情绪好像坐云霄飞车一样，就是没有平静的一天这样。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自我概念的不稳定。今天他看到这个人，好像觉得这样子的人好像受人家喜欢，他马上就会学着这个人穿衣服，又或者是学这个人弄他的头发，又或者是学这个人说话。他们常常不自觉的会去改变他自己的样貌。那所以呢，就会因为这样子呢，他其实搞不太清楚自己是谁，甚至他可能会有另外一个 persona， 就是另外一个人，他会觉得我想要变成这样子的一个人。那所以他比较有一点像是分裂的一个状态，就是他会觉得我平常我应该是这个样，但是我其实私底下我是一个非常有男子气概的人啊，我其实是一个很帅气的人啊，我其实是非常的健壮，然后怎么样，他会觉得他自己是另外一个人格，他会发展出另外一个人格的那个部分，就是他自己对那个部分的认同。第四个就是冲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他们做事情会比较冲动一点，他可以是乱花钱，完全没有想到他自己已经把钱透支了，或者是信用卡刷爆，完全没有再去想那些后果。他有可能会因为想要自暴自弃，或者是因为任何关系，我们刚才提到因为他们的状态的不稳定，他可能会跟任何一个人发生性行为，跟很多人同时间跟很多人在短时间内发生性行为都是有可能的。那他们也很有可能就是他们是一个高风险族群，会滥用物质，例如说酗酒，或者是滥用药物等等之类的。他们会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就是购买东西啦、性行为啦，或者是药物啊这些东西来去舒缓他们自己的情绪，因为他们的情绪太激烈、太满了，所以他必须要透过这样子一个宣泄的方式，然后让他们情绪可以舒缓。然后第五个呢，尤其是在偏向就是比较年轻一点，你会发现他们会有自伤的行为，包括常常会有自杀的倾向。他们常常会在口头上面去威胁对方，或者是告诉对方说我活不下去，我不想活了，然后甚至会有割腕啊、自伤的那种行为。这个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地方，因为不要忘记我刚才提到，就是他们其实有一个冲动的一个部分。所以其实在临床上我们也有看到，因为他们的冲动又加上那个自我伤害的倾向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个很不幸的悲剧，是他们真的很有可能会自杀。所以呢，这个是我们会在临床上面看到边缘性人格他们在面对
被抛弃，可能被抛弃这件事，因为对他们来说太痛苦了，完全没有办法面对的时候，他们很有可能会做出来的一个危险行为。第6个呢，就是情绪上面的不稳定。我刚才已经说过，他们可能就是短时间内会突然暴怒。那在我的工作里头，我就有看过，在短短的时间内，我可以看到这个人就是从一开始的，就是傲慢到生气，然后到开心，然后再到难过，然后再回到生气，然后又再回到其他的情绪，就是那个起起伏伏，在短短的1个小时之内，我可以看到非常多不同的情绪，跟一般人是不太一样。一般人可能状态就是我今天很难过，我就会整个状态都是难过。对于边缘性人格来说，他们不会是这样，他们常常是这样起起伏伏的，尤其他跟你越靠近，他的情绪起伏越大。第7点呢，就是呢，他们长期会感觉到很空虚，他们内在其实是会常常觉得很空的，所以他们会透过一些其他的方式来填满自己内在那个空虚的状态。例如说呢，他们有时候是需要有人陪，那有时候呢可能是食物，有时候是购物，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觉得他们常常会比较冲动，他们在行为上面没有办法去调节或者是过滤他们自己的情绪，然后有所调节自己的行为，在这个部分他们是比较缺乏的。第8个，不恰当的暴怒，也就是我刚才说，他可能会随时一瞬间从0到100突然之间的暴怒。那他们在这个时候呢，他们会有的那种言语跟肢体上面的那种暴怒的行为是还蛮常见的，就是突然一瞬间变脸到你完全不认得这个人，而且他可以就是噼里啪啦什么都骂，然后骂得非常的难听，然后停不下来。重点是他没有办法平复自己的情绪。有些人可能在就是突然骂了之后就说，哦，对不起，我不应该说脏话，但是他们不会，他们会就是一直骂，就是整个人好像变了另外一个人似的。那所以就会导致他们身边人都觉得自己好像是时时刻刻都非常的战战兢兢的。那在英文里面我们就是说 walking on eggshell， 就是你好像在蛋壳上面走路的那种感觉，就是你必须要非常小心翼翼，因为你随时都有可能会引发这个人生气。在有边缘性人格的人呢，你会看见他们其实暴怒之后呢，他们是会后悔的，因为他很怕别人生气然后不理他们，所以他们其实内心充满非常非常多的内在的矛盾跟那种就是拉扯，所以也是因为这样，所以他们的行为就会有这样子起起伏伏的一个状态。第9个就是呢，在压力状况下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他们很有可能甚至会有所谓的幻听，就是他们会听到别人跟他说什么，就是他们会跟我们说，哦，有一个人就一直跟我说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在一些比较没有经验去跟 borderline 的人接触的那些心理师啊或精神科医师，他们一开始跟他们接触的时候，可能就会以为说，他是不是有精神分裂症，又或者是有什么解离之类的，不然的话他怎么会有听到，会有幻听甚至幻觉的感觉。可是其实不是，是因为他们在一个比较高压状态的时候，他们是会必须要研发出这样子一个部分来去因应他自己现实的一个状况。那就是我刚才说的，他们有的时候会发展成一个另外的一个 persona， 那有的时候他们甚至会变成像一个小孩一样，那就是他们必须透过另外一个人格来去帮自己有一个因应。但是呢，所谓的 borderline personality 跟我们的 DID 解离症是完全不一样的。DID 其实是非常非常非常少见的一个症状，那我们之后有机会也会再跟大家多介绍，再多聊这个部分。那原则上呢， borderline personality 就是他们的人格感觉就是他们呈现的样子，因为太不稳定，所以看起来很多样，所以导致其他人会以为他们有很像多重人格的一个状态，可是其实不是，只是因为他们人格、情绪、行为各方面，还有包括他自己的自我概念是一个非常不稳定的一个状态。那当我们如果身边或者是自己有5种以上我们刚才介绍9种特质里头，如果你有5种的话呢，那就代表你很有可能是有边缘性人格。那其实呢，我们现在发现有边缘型人格的人呢，其实越来越多，又或者是呢，有 borderline personality trait， 也就是你有这样子的特质，也许你不至于到有 disorder， 也就是不至于到被诊断，但是你可能有几种这种 trait， 然后可能是比较轻微的。其实这样子的人还蛮多的。
如果你有的话呢，其实真的还蛮建议去找专业人士去求助跟协助。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想所谓的 borderline personality， 他们有几种因素，一个部分可能是因为基因，因为你家里有人有 borderline personality， 其实你也有可能会有。另外一个更大的一个部分呢，其实我们发现其实是跟 attachment， 就是我们的依附关系有关，就是我们从小跟我们自己的原生家庭成长的环境跟主要照顾者的一个关系是有关的。那如果我们从小呢，就是一直感觉自己是被遗弃、被抛弃的、不被在乎，或者是常常更换我们的主要照顾者，我们都不知道到底谁会稳定的在我们身边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产生这种害怕的感觉，而衍生变成了